大家好，我是牛牛。最近孽主话题度挺高的，因为比赛里开始有战队拿出来打1号位，强度很不错。路人局最近也有很多玩家都纷纷效仿。这期视频我们就一起研究大屁股孽主自命世版本以来的一些相关改动，同时看看有没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细节。孽主的先天技能叫做侵略大军，效果是友军发生传送之后会获得减伤和移速的加成，持续5秒。这里说的传送不单单是孽主大招恶魔之飞的传送，在 7.37 添加这个先天技能的时候，游戏也对传送这个概念进行了一个明确的说明。这里是所有被归为传送的技能，它们都能触发侵略大军。比如队友完成 TP 的时候，TA 完成 A 上传送的时候，身上都会获得减伤和移速加成。就这样发现了。有一些技能看似属于传送，但实际上不算，比如幽鬼的空降。传送列表里的所有技能有一个共性，就是位移生效之前全部都需要经过一定的延迟。技能介绍里说的是友方英雄能享受侵略大军的效果，其实非英雄单位也行，比如友方召唤物做门一样也会获得 buff 加成。减伤和移速效果跟随大招升级，最高是 10% 的减伤和 20% 的移速加成，点的10级天赋会分别再多 5%。如果是做孽主的传送门，它有2倍的加成效果，基本上任何队友做门之后都会接近满速。孽主在读秒的时候，队友发生传送依然可以获得 buff 加成。不过破坏效果可以阻止侵略大军生效，友军传送完成的时候，如果孽主被破坏了，就不会获得 buff。然后侵略大军可以被幻象继承，这里在本体被破坏的情况下，先知依然获得的 buff。因为现在先天技能会提供传送之后的加成，所以大招恶魔之飞原本自带的减伤和移速被取消了。之前满级大招的减伤和移速加成都是 30%， 现在是 20% 的减伤跟 40% 的移速加成。然后大招的抬手从 0.2 秒减少到了0，所以现在远距离抓大圣就更容易了。另外孽主还新加了一个25级天赋，恶魔之飞对700范围内造成每秒100的持续伤害，而且第一条伤害是在完成施法的同一时刻就生效，所以配合零抬手就是瞬发的断跳效果。大招还有一点改动，是把最小的施法距离限制从2000减少到了1500，现在可以更近距离的使用恶魔之飞。恶魔之飞有一个存在了很久的 bug， 至今都没有被修复，就是传送门生效的时候会卡住处于相位状态的单位，比如幽鬼或者引刀。这个 bug 之前比赛里也出现过，而且触发条件并没有很苛刻，不需要施法落点跟目标坐标完全重合，只要门和人的体积有交集就行，而且门的体积其实非常大。解决的办法是进行一次做门的操作，然后再立马取消掉就行了。孽主左边命时叫做恶魔之势，效果是衰退光环在加攻击力的同时，还能给孽主提供攻击分裂的效果。斯文人称小屁股，这个命时也是现在大哥孽主能流行起来的一个基础。分裂的伤害是 35%， 然后叠的 buff 层数越高，不仅攻击力越高，分裂范围也会越大。具体的分裂范围是100加上5倍的 buff 层数，有的时候打完团如果能叠到200多层衰退光环 buff， 总的分裂范围会非常夸张。但如果只补了一个兵，分裂范围就只有100多一点，此时2个目标紧贴着也是分裂不到的，除非孽主也贴过来，因为普攻分裂的起点是出手的位置。复灵锁不能增加分裂的范围。当没有衰退光环 buff 的时候，100点基础分裂范围也不会起作用。常玩孽主的老哥可能都碰到过一个比较恶心的 bug， 就是身上的衰退光环基数会莫名变成0层。此时 Alt 点上去甚至会显示负数，这里补个兵依然会显示0层，并且不能进行分裂。这是因为当孽主阵亡的时候，衰退光环 buff 会被直接驱散掉。但可以看到，此时附加的攻击力还在，然后这个遗留下来的攻击力加成不是一直存在，依然会按照既定的持续时间一点一点消除。如果孽主有不朽盾或者买活，或者在等级不高的时候获得了很高的层数，就有可能出现人活了，但是死之前的攻击力加成还没有掉光的情况。此时如果新叠几层 buff，然后当之前的攻击力到时间消失，新叠上的 buff 就会被扣去层数，所以就会出现0层或者负数的情况。此时攻击力虽然是正常的，但是因为0层的 buff 会导致不能进行攻击分裂。这里再顺便介绍几点关于衰退光环的细节。小兵阵亡叠8层 buff， 英雄阵亡直接叠45层。英雄级单位会被当作小兵处理，然后幻象完全不会给孽主叠层数。
包括电狗的大招克隆体也是。破坏可以阻止孽主继续往上叠层数，也能阻止当前的 buff 提供分裂效果，但是不会影响当前 buff 提供的攻击力加成。幻象严格来说可以继承衰退光环，但是比较奇怪，幻象附近有单位阵亡的话，幻象本身不能叠 buff， 是给本体叠，不过是给本体叠0层的 buff。这里幻象在远处补兵之后，本体原本的45层 buff 还是45层，只是被刷新了一下持续时间。然后当原有层数到时间的话，就也会出现0层 buff 的情况。即使幻象跟本体在一起，本体的光环也会被影响，此时本体不能往上叠 buff， 就只能叠0层的。孽主右边命时叫做深渊大军，效果是孽主坐门之后会召唤出低配版的死灵书、死灵战士和死灵射手。有不少老哥都问过，为什么他的孽主坐门的时候有时候不出小死灵？这是因为完成传送之后，终点附近一定要有敌军，终点这里没人的话，就不会有小死灵出来。检测的范围是1200码，如果1200范围内只有一个敌军，会同时招出一个战士和一个射手；如果是2个敌军，会在2秒之后再多刷出一个战士；如果是3个敌军，刷出第2个战士之后，再过2秒会刷出第2个射手，以此类推。不一定非得是敌方英雄，非英雄单位包括野怪也能让恶魔之妃刷出小死灵，肉山和魔方也算。孽主每次做门都会触发这个命时效果，这里传过来之后再往返一次，就又会有2个小死灵出来。深渊大军小死灵不可控，生成之后就会锁定让他们产生的敌人，一直进行攻击。比如这里先后刷出来的3波小死灵，他们锁定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当目标阵亡之后，小死灵会继续攻击视野里的其他敌人。如果视野里不再有其他目标，会像小兵一样冲向敌方防御塔。孽主完成传送之后，如果附近有处于阴影里、隐形、无敌或者隐藏的单位，不会召唤小死灵。期间如果范围之内再次出现有效目标，比如隐形结束了，此时会立即开始刷新小死灵的流程。如果原本的攻击目标进入了隐形或者无敌这种，小死灵会立即改变攻击目标。所以如果不想被小死灵追杀，可以吹一下自己，他们就不会再打你了。施法完成时，小死灵锁定目标没有优先级，不会优先找英雄，也不会优先找最近的。当恶魔之妃结束的时候，此时场上的所有小死灵也会一起消失。如果孽主过来之后再做门回去，此时终点这里就不再刷新小死灵了，开始在起点的门刷新，可以理解为每次孽主做门都会重新开始小死灵的刷新流程。恶魔之妃持续20秒，算上 3.5 秒的持续施法，一次做门最多刷9轮小死灵，战士和射手各5个。DOTA buff 显示，大部分的玩家都会选择左边命时恶魔之士，占比 73%， 因为打1肯定要选这个命时，而打3其实也可以选，不过胜率的话是右边深渊大军更高。视频最后分享下7000到8500分数段的路人局，孽主比较流行的出装路线。因为1号位孽主是最近流行起来的，我们就只看1号位的数据，基本每个大哥孽主都会出假腿、风脸、连击刀这3件。在此之前，也有不少人会先做魔棒挂件或者魔棒护腕。连击刀之后，有人会先出双刀 BKB， 然后升级鱼叉，也有人会在连击刀之后直接升级鱼叉。最后1、2件做的最多的是强袭，也有人会选择蝴蝶、撒旦或者大炮。OK， 今天就聊这么多。长视频制作不易，老哥们有学到的话，一定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感谢收看，我们下个英雄见。